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撕开聋人伤疤，当手语律师被欲望吞噬，谁听见无声的呐喊？2025年暑期档未至，电影《震耳欲聋》已凭一张灰调海报杀出重围。谭健次饰演的律师李琦，在霓虹灯斑驳的专业招牌下眼神晦暗。这个出身聋人家庭却背弃同胞的叛徒，正掀起一场关于法律与人性的舆论风暴。角色黑洞，从顶流爱豆到灰度律师，谭健次彻底撕碎偶像滤镜。李琦的西装永远沾着廉价打印店的墨渍，手语动作夹杂着刻意疏离的僵硬，这是他为跻身健听人精英圈打造的伪装。片中最具冲击力的法庭戏中，他用手语为诈骗犯辩护时，手指痉挛般颤抖，却在转头面对法官时换上程式化微笑。这种自我割裂式演技，被影评人称为2025年度最毛骨悚然的角色塑造。社会显微镜，每年10万聋人成猎物。影片撕开残酷现实。我国每年超10万聋人遭遇诈骗，金额高达数亿元。手语翻译市场混乱，司法援助缺位，让这个群体沦为犯罪温床。片中一场聋人老太被房产中介欺骗的戏码，取材自真实案件。老人用手语比划家时，五指蜷缩成拳，却不知合同上的指纹印正将他推向流离失所。演技修罗场，鼻涕眼泪打破偶像法则。谭健次在片场自虐式打磨细节，为呈现聋人家庭子女特有的过度察言观色。他强迫自己用余光观察对手演员。一场雨中忏悔戏，他坚持实拍17条，直到鼻黏膜出血，混着雨水流下的血丝让导演当场泪崩。这种毁容式表演与他在滤镜中吃内脏哭到窒息的癫狂一脉相承，彻底重塑观众对流量演员的认知。行业启示：现实主义电影的破壁刀。当市场还在批量生产甜宠剧时，震耳欲聋用冷门题材劈开新赛道，监制饶晓志延续无名之辈的底层关怀，让手语不再是猎奇元素。李琦与聋人父亲餐桌对峙的戏，手语速度从暴怒的120词每分钟骤降至沉默的3词每分钟，无声中震碎亲情桎梏。这种去悲情化叙事，或将开启弱势群体题材的新纪元。震耳欲聋的野心不止于票房。当李琦最终用手语比出对不起时，镜头扫过法庭里数百双高举的聋人手掌，这些掌心向上的耳朵，正在等待一个真正听见他们的时代。或许好电影就该如此，既是照妖镜，也是听诊器。